高雄在地人閒聊，岡山之眼豐原1年4000萬整修能否救回12萬暴跌人潮？3大問題不可不知。先說結論哦，岡山之眼一個觀光景點岡山之眼沒落了3個原因：第一，交通不便；第二，沒有其他配套措施；第三，競爭對手太多。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臥室不要做的裝潢，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岡山之眼怎麼了？岡山之眼你記得嗎？是不是很久都沒有聽到這個名字它長這樣，有沒有一點印象那我們再看幾張來幫你回憶一下，它晚上的時候長這樣會發光那如果是之前 Blackpink 來台灣的話，岡山之眼如果它還有營運，它應該也會點燈點成這個 Blackpink 的粉紅色。夕陽的時候也很美啊，明明就是一個看起來很棒的景點，怎麼會就搞到暫停營運呢？我們先來看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高雄岡山之眼人氣驟跌，盼起死回生，交通恐成大敗筆。那內容就是說，岡山之眼近年因為就沒什麼人去所以高雄市政府想一想說不然就來整修一下好了那現在花了4000萬元去整修，預計明年會重啟。那被詬病的問題一直以來都是這個，就是不好抵達。它明明是一個觀光景點，然後你人都到它山腳下你開車不能開上去，你知道？那邊停着，然後人要去搭接駁車才能上去。那個接駁車的班次又少。所以大家都不想去了，這樣真的，我就開到那裡了，然後還要接駁車，然後下一班，算了，然後我們就走去旁邊什麼阿公店水庫那邊去找東西吃，就都變成這樣。那這次的整修說會重新改善交通規劃，讓民眾更容易抵達。所以你要知道岡山之眼的前世今生。那我們也來考古一下岡山之眼它的位置自然就在高雄市岡山區嘛。那附近你比較知道的地方就是樂購廣場跟岡山火車站，然後岡山之眼是2018的時候開幕的，當時是由前高雄市長陳市長來負責，這個要說前才對，因為中間還卡了韓市長嘛，來負責剪彩。那巔峰時期岡山之眼有多厲害？首先就是得到知名旅遊雜誌孤獨星球認證為高雄第5美景的肯定。再來是獲得2017年城市工程品質金質獎，而岡山之眼開幕當年吸引多少人呢？68萬遊客前來觀光。光講數字你可能沒什麼感覺那2018年的時候，高雄市的總人口數是277萬，等於說當年就有1/4的高雄人每4個就有1個人去逛過岡山之眼，應該是吧？這樣講應該講得通。然後接下來就直線下降逛一次就沒了也不回去的。你看我框起來的地方。照顧一下 Podcast 的聽眾，我大概講一下，就是2018年的時候是68萬個旅客去過，然後每年就掉10幾萬，到2021年之後就卡在20到30萬之間，那到2024年去年的時候剩12万12萬人次，觀光人數一直狂掉，所以才會說就重整一下，看能不能起死回生，因為這也是花大價錢做的，新建的時候花了1.2億。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蠻超值的，對不對？現在市區修一座橋，就這麼移來移去，那整個岡山之眼63萬人次 1.2 其實蠻超值的。那再來你要知道岡山之眼快速衰敗的原因，我們也來講一下為什麼岡山之眼這麼快就不行了明明一開始的時候相當的熱鬧，應該很有機會才對啊。我也整理了幾個原因來，第一個，交通不便。岡山之眼在阿公店水庫那邊郊區的山坡，它道路狹窄，跟距離大眾運輸站點很遠。如果你是自行開車的話你要在山下停車場停，然後要改搭什麼？改搭接駁車或是付費共乘的計程車，才能夠抵達步道的入口，就很奇怪。你幹嘛這樣子設計？然後假日期間禁止一般車輛直接上山，所以你要去岡山之眼變得很麻煩，你就要先安排好有的沒的。然後就你要把它當成一個景點，有一點給自己找麻煩，那你自己就算了如果你還有帶長輩更加麻煩。然後現在高雄都多了一堆可以去的地方嘛，我隨便講，駁二、衛武營、大港橋、夢時代這些東西都是很好逛的，所以你做旅遊的功課你就算看到岡山之眼你說你要去，其他人也會反對你去，就這樣。你幹嘛不去旁邊的義大之類的
哦，或是附近還有阿公店水庫啊，我們去那邊看看，其實也沒什麼好看哦，但是就水庫嘛。來第二個，沒有配套設施。我們再來看一次這張圖哦，這就岡山之眼最有名的天空迴廊，它視野看起來超級遼闊，但它全長88公尺，這變成說你走一走，哎沒了哦，就到頭了，就這樣哦。整個行程大概就是半小時，你在家拍照什麼有的沒的，算你1小時好了。林老師也跑那麼遠來，還在那邊轉接駁車，然後逛，可能1小時內。這個行程哦，連導遊哦都不太敢安排，你知道嗎？因為一排就被客訴哦。那也有很多遊客去了以後的想法就是不錯不錯，下次不來了哦，就變成這樣。第三個，競爭對手太多，這就是他急需要轉型的原因，因為他的對手太多，而且都很強大。商業機能哦強的就不用講了哦，就是市區啊，什麼駁二啊，像郊區那個義大世界，就可以把它打得迷迷茫茫的，反正都要開車去了哦。那距離上的話，那你要去岡山之眼還是要去義大？那自然景觀的話，還有很多啊，旗津海岸公園、高雄輕軌龍貓隧道、情人谷瀑布之類的，就很不錯啊。或是你有覺得什麼其他更強的地方，你也講讓我知道。所以岡山之眼的競爭力迅速下降。再來，你要知道岡山之眼有辦法重返榮耀嗎？先說結論哦，不知道，因為相關的資料太少了。以目前我查到的計劃是說，第一要做觀光纜車，哦喲，真的假的？要從岡山之眼跟阿公店森林公園之間要做2座纜車站，會成為南台灣第1座觀光纜車。好，可是這個已經是2020年的新聞稿了目前也沒什麼消息，也沒有在更新的，還卡在評估階段。再來是岡山之眼的整修計劃，他說要弄博物館、商場跟旅館，但這都出現在2020的計劃書裡頭，後面也都沒有其他更新的消息。所以還是看高雄市政府的智慧哦，他現在活動這麼會辦，超級厲害。Blackpink 哦，全程粉紅色，然後現在又多了什麼？現在又多了那個還有那個星光水樂園哦，然後還多了衛武營大南瓜，那個人真是爆多，然後再加六福村的墓碑鎮嘛，然後還有什麼 Twice 演唱會所以他們要處理一個小小岡山之眼，應該不是很難。以高雄市政府的執行力來說，那就是看看高雄市政府的智慧有沒有辦法再把岡山之眼再度活化。我的看法就是應該是要把整個岡山區就盤算進去了，不要再讓人說就是去岡山之眼，然後就是不知道幹嘛，你還沒等接駁車嘞例如說岡山區它有那個嘛空軍的東西嘛有航空教育展示館還不錯啊，看起來很潮啊。聽說裡面有遊客你說要開冷氣它才會開不然都很熱，想也知道那麼大空間開冷氣，哇靠。那說是全亞洲唯一的實體軍機展示，那是不是你就看它怎樣，然後跟岡山之眼做串聯，讓遊客可以在岡山區停留久一點？不要說每次來岡山也不知道幹嘛那是什麼岡山老街眷村文化，然後吃羊肉爐，大概就變成這樣我沒有說岡山老街不值得逛我只是說不是每次都去吧每次都老街吧？還是說你有什麼私藏的岡山景點，也歡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那種去岡山什麼8大場所那就不用分享了。那高雄市政府會給我們什麼驚喜我也不知道那就是岡山之眼再開放，表定的時間是明年的春天，很快就會知道答案了。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我們先講岡山之眼的前世今生跟它暫停營運的原因。結果這個暫停營運整個不痛不癢那就是真的很沒有人氣。我也為你分析了岡山之眼迅速衰敗的3個主因，包含交通不便、配套不足跟競爭對手太多又太強。那高雄市政府已經投入4000萬進行整修，預計明年春季會重新開放，但能不能重返榮耀，這還是要觀察未來它重開了以後到底會變得怎麼樣，跟它的改善措施，這很快這個明年春天就知道答案了。最後我想問你，你覺得岡山高雄岡山要怎麼重振觀光？A. 發揚岡山羊肉爐變成世界知名台灣美食，就以後那個外國觀光客除了小籠包還要講一個岡山羊肉爐這遠大的目標。 B. 再開一個大型商場就現在有嘛。 C. 每周安排煙火活動對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我剛看那個 YouTube 後台有74%的觀眾朋友都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
這樣我拍影片會比現在多很多的成就感。哦，按了嗎？哎，對，就是那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的那個訂閱。哎，對，按下去。哦，好哦，感謝你的訂閱，好人一生平安。那長期觀眾也都知道，想要置產高雄中古屋要找誰？哦，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就加這個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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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個 go。你跟我說好友已經超過7000人了。哦，那加了以後會一直 po 有潛力的房子，或是現在就已經被低估的房子。那想置產在台北也是有哦，就找101蕭店長哦，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也跟我說有超過2000人加入了哦，都不想加也沒關係，你還可以購買我的 YouTube 頻道會員來支持我。高雄房地產功課就給你抄哦。那會員影片是在比較深入的解讀高雄地區，你根本連功課要怎麼做你都不知道的哦，然後能夠拉抬附近中古屋房價的重大建設跟民間大型投資案會員影片現在我還拍了阿元看房系列影片嘛，就真實認真去看一間房子，然後都不開濾鏡的，就跟你細細的分析說這間房子如果要買，那它置產的劇本是長什麼樣子，它潛力在哪裡，建設在哪裡。高雄真的很棒，置產機會一大堆。最後還是提醒一下，不要炒房。不要炒房哦，我們就合法長期置產，配合政府社會住宅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穩健的實現老了有房也有錢，這個目標才是正途。一起加油吧，在長期置產的路上，我就陪你一起往前走，走到70歲。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哦，講八卦，岡山的房地產，我先說結論哦。我以前曾經花很大的力氣去研究過岡山，那我現在看一看哦，就是回市區做就好哦，這是我個人的一家之言哦，我自己的思考，就是岡山它以前貴起來的時候真的很誇張哦，它的預售都可以賣到30-40哦，那偏偏它是岡山啊，岡山的問題就是它離市區實在是太遠了，像楠梓到高雄市，我們就會認為有一段距離，更遑論岡山，所以他那邊幾乎就是自己的生活圈。然後那個新成屋也是很敢開價。岡山那時候我印象中都在講什麼岡山跟那個陸科都會抓着一起提，很貴。以台北人的眼光來看也比較貴，但是我要表達的事情是說你買到這個價格，你幹嘛不做市區然後他現在的中古20幾還是有那以前最便宜的時候，我還聽說過什麼岡山國宅1坪8萬的，不知道呢。我看一看，我還是認為，我換個角度表達，就是岡山跟大寮比起來怎麼樣？我會說大寮又有競爭力一點至少大寮它走一走，它就直接就接鳳山了，然後就接高雄市了，然後整個就是很近這樣。那岡山真是獨立的一個生活圈，雖然它有紅線的捷運，而且那也有醫院岡山高醫在終點的前一站，終點現在是岡山站嘛，前一站是岡山高醫。我自己的認為，我們每個人的錢都不是無限的嘛，所以說我真的要做我還是選擇怎麼樣，我還是回蛋黃就好了。你看蛋黃目前為止表現也確實沒有讓我們失望啊，又博二然後又什麼 Blackpink 演唱會然後又一大堆吃的喝的活動、交通、工作機會、新灣區有的沒的擠在這個市區一起爆發。岡山我知道有相當多投資的流派也在那邊布局或是幹嘛，那我還是覺得藝高人膽大，要做再去做就好。岡山未來會不會變強？我看起來是會因為那邊大興土木嘛，在那邊開拓很多新的工業區。我自己的判斷就是你買那個價錢那你可以回市區啊那你回市區的話就挑中古啊，就比較好。我一樣在怕一件事情，就是所謂的少子化會造成絕對的都心化。現在要再複製出一個新興的園區，像以前竹科從零開始到現在竹科強成這樣，我個人認為這是相當困難的事情那岡山我也不知道藝高人膽大，或是你就是超級了解岡山，你要做你再去做不然的話，我自己的選擇還是全部都蹲高雄的蛋黃區市中心的這邊。還好啊，真的還好啊。你說岡山還是比市中心便宜，但是問題是那個車程，你知道那邊會變成說你到時候出租管理或什麼的都很不好處理，然後又很怕說他未來的工作人口沒有移入或是怎麼樣。像這一次的那個關稅，美國關稅，
結果搞一搞，對我們台灣電子業好像也沒什麼影響哦。那現在關稅看起來就是在玩假的，但是對傳產來說確實影響非常的大。那是不是就衝擊到岡山那種傳產？岡山最有名是螺絲嘛，哦，然後一大堆工廠都受到中國的競爭怎麼樣的，這個在我來看都是一個像警訊的東西哦。不如就是高雄台積電哦，不如就是高雄的新灣區這邊提供的新的工作機會穩當很多。然後你說它旁邊的房子到底有多貴？也沒多貴啊，你30萬以下也是找得到中古啊，直接就是熱鬧蛋黃哦，生活機能無敵的狀態。我實在是想不到什麼理由一定要去岡山那一趟。然後岡山的魅力以現在來說，好像也比不上所謂的那個橋頭嘛，高大特區嘛。你看橋頭剛開始買前幾波預售的人，都買在30以下預售的人，即使現在預售市場很差，他也是爽爽的啊，對啊。那你買到岡山去哦，不知道。我岡山哦，我聽起來比較熱絡的還是那種工業用地的買賣，就在岡山的市場。我對岡山的市場沒有到很了解哦，但我以前曾經做過深入的功課，我的選擇還是回到蛋黃區，這我自己的判斷，講給你參考。